上个月，小白视频发布了2年前旗舰手机专题视频啊，出乎意料的，大家的关注度非常高。本期开始之前，还是老生常谈的问题：正在看视频的你，多久换一次手机？1年、2年，还是3年，甚至更多？根据中国移动终端实验室的2020年第2期5G 终端消费趋势报告，国人目前换机周期平均时间是在25.3个月，也就是2年多一点。但注意啊，这是平均值，也就是有1年就换新的，自然也就有只要是它不坏就不换机的人。在我们之前手机适老化大调查那期片子中，采访的康奶奶还用着7年前的三星啊，那是她老伴留下来的，康奶奶一直没换。而这样使用着旧手机的人，尤其是高年龄段啊，在国内并不在少数。你现在想一下啊，你的爷爷奶奶或者说爸爸妈妈正在用几年前的手机呢？大家可以走波弹幕或者评论。不管是大家还是我们，或者说爱好者，都一直在追逐各种各样的新产品。不可否认啊，他们确实够酷、够炫、够有热度，也有流量。我们很少真正去回头看看那些发布已久的手机们，那些依然有人在当主力机的老手机们。之前2年前的旗舰，感觉这时间还不太够啊。这期我们就稍显极客了一些，故意拉长了这个时间段，带大家回到5年前，差不多是目前平均换机周期的1倍时间段，遥远的2016，看看那一年的旗舰机到现在还尚能饭否吗？实际体验又怎么样？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炯，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2016年的各种旗舰中，我们选了几个有代表性的：华为 Mate 9、小米5S Plus、一加 3T、iPhone 7 Plus、魅族 Pro 6 Plus， 还有三星 S7 Edge。为什么没有 Note 7啊？懂的都懂啊，确实是搞不到了。所以只能选择上半年的 S7 Edge 了。先提前说明，选的都是各家的旗舰，我们知道它们的价格是不同的啊，大家注重过程。本期6款手机中有5款采用的是金属材质的设计。ID 方面，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就不多说了。你可以评论或者弹幕选出你最喜欢的机型。三星在当时率先采用了比较新颖的玻璃后盖设计啊，放在现在来看，这个手机也依然不过时。金色还是那几年的流行色。具体的参数配置我们列了一个表格，大家可以暂停查看。这6台手机刚集齐的时候，其中 iPhone 还可以升级到最新的 iOS 15。意外的是，华为 Mate 9也提前推送了鸿蒙 2.0， 分布式互联功能5年前的手机也支持了。这是目前唯二还在更新维护的手机。其他几款都在1年多前停止了更新，不过还是可以看到一些安全补丁的推送更新。OK， 先来看一下基础性能。回顾那些年的发布会，厂商们总是会拿出一些不知高了多少倍的曲线图，告诉你相比前代提升了多少，可以使用多少个月不卡。但现在似乎出现了瓶颈，经常由于上游供应链的不给力啊，比如说芯片厂啊，手机厂这边不得已，好像是商量好一样，集体挤牙膏了。我们也花了不少时间，集中又复测了一下他们现在的性能。在持续读解上，华为 Mate 9高达813兆每秒，领先第2名几乎1倍之多。iPhone 7 Plus A10的 GPU 性能，在 JXF Bench 的1080P 阿兹特克和曼哈顿离屏成绩上都要高于其他设备。Geekbench 5单核成绩上也要遥遥领先其他选手，但在多核成绩上不如魅族的猎户座和华为的麒麟。实际流畅度测试，使用这些老机的人可能不怎么打游戏了，但是几个 App 的流畅度是最基础的。6款手机在没有装大量 APP 的情况下啊，体验最好的依然是 iPhone， 滑动桌面和开启日常 App 动画都很 OK， 并没有明显的卡顿感。升级鸿蒙的华为 Mate 9，打开 App 略慢，但滑动桌面和 App 较为流畅。再提醒一下，这是5年前的手机了。另外几款没有系统更新的机型就没那么幸运了。小米启动 App 较慢啊，且稍微快速切换一下啊，这动画就较为卡顿。打开淘宝浏览页面啊，大家可以自行感受一下。由于米 UI 11加入了过渡动画，过去这么多年整体卡顿感较为明显。魅族和一加略好，一加是安卓9且轻 OS 动画比较简单嘛，虽然 App 的加载速度比较慢了，但整体还算流畅。三星的反应速度也较慢，体验不佳啊。用数据说话啊，对于一款老手机来说，常用 App 的启动速度基本反映了手机目前的流畅度。我们选取了高压测试 App 某宝。重启手机之后，第一次冷启动某宝 ，iPhone、魅族和华为用时10秒以内，还算正常。小米和三星比较离谱，用时40秒左右，符合之前的体验。当然，这只是第一轮冷启动，我们多次重复打开淘宝，其中 iPhone 最快用时1.1秒，华为第2用时2.4秒，魅族紧随其后，表现都不错。另外3款虽然处理器差不多，但一加的表现是要好于小米和三星的。再加大一点点压力啊，
12款常用 App 连续启动测试，第一轮冷启动直接看结果，7P 用时58秒 ，Mate 9用时78秒，两者相对来说不错了。后面就出现了断层用时基本翻倍，三星垫底用了近6分钟整体非常卡顿。第二轮打开12款 APP 的热启动 ，Mate 9持平7 Plus 用时20秒，表现非常不错，但后面依旧出现了断层，相比于第一慢了50秒三星依旧垫底，这个测试的差距还是非常大的。如果按照数据库标准的2轮打开加在一起，这差距就更大了。杀后台上 ，Mate 9和7P 均为0杀后台，小米虽然仅杀了3个后台，但第二轮启动较为卡顿，还出现了黑屏卡死的情况。一加魅族也比较严重，第二轮启动速度较慢，三星依旧垫底，12款 App 全部未能幸免这也算是一种第一了。主观流畅度排名 ，iOS 的7 Plus 最好，刚升级鸿蒙的 Mate 9第2，比较接近苹果了。这两台和另外4款安卓机明显拉开了较大差距，不过前面2台也是目前唯2还在系统维护的机型嘛。魅族第3，后面依次是一加、小米和三星。当然，再强调一下价格，体验最好的7 Plus 也是最贵的首发价6388，接近华为的2倍这么来说 ，Mate 9有这个表现已经算是非常不错了1分钱1分货。但是也有例外，5000加的三星位列倒数。游戏方面，我们好奇项的也跑了一下这个选取了压力不大的吃鸡王者至于原神和光明山脉确实没啥实际意义了。这个王者高清60帧，15分钟测试7P 满帧运行。魅族 Pro 6 Plus 平均57帧，帧率波动13，4分钟之后出现了频繁的大幅掉帧，卡顿感较为明显。其中比较有意思的就是鸿蒙的 Mate 9竟然出现了2021年最火的，可以说被发扬光大的锁帧技术，游戏开局直接给你锁在了55帧，整机平均53.9，基本稳定运行。这里的锁帧可不是贬义反而是值得点赞能看出来华为确实花了心思，与其掉帧，不如锁一点帧率，保持稳定性。前3款手机还能玩耍小米、一加和三星则差了很多，平均帧率不算很低，但全程一直大幅波动没啥游戏体验。功耗方面 ，Mate 9最低，整机平均3.77瓦，换算成能效比 ，Mate 9约14.3 FPS 每瓦。还略好于 iPhone， 基本可以说吊打另外4款安卓机型了。但需要注意的是，魅族是2K 屏幕不能关闭，相对吃了一些亏。三星则是在1080P 下测试的。和平精英均衡加30帧模式，这压力就小多了。华为、iPhone 一加、魅族全部满帧运行，小米后期出现了掉帧的情况，不如同 SoC 的一加3T，三星依旧垫底。吃鸡功耗上 ，Mate 9整机平均3.11瓦，一看就是专门做过调教优化的。魅族和 iPhone 也都不错，这耗电高你可以充电解决，但发热烫手就没法玩了。25分钟和平精英机身发热测试，Mate 9发热依然是最低的，最高仅为42.9摄氏度，其次是 iPhone 的44.5，小米、魅族47度左右，三星和一加接近49度了需要再提醒一下这仅仅是30帧的均衡模式看来火龙820也是名不虚传。麒麟960虽然峰值功耗和发热也不低，但中低负载下的功耗，再加上长期的系统维护支持，表现确实非常不错我们一开始确实没想到，大家可以把意外2个字打在公屏上。按照理论环节 ，GPU 性能 A10大于骁龙821，大于麒麟960，大于 Exynos 8890骁龙821的机型不至于一直倒数查看运行情况，频率和使用效率并不高。那么限制 SoC 性能发挥的就是系统调教和温控强了。毕竟性能落后的猎户座8890都能吊打骁龙821了。游戏环节总结一下，性能最强的7 Plus 毫无疑问帧率最高但考虑到帧率、功耗和发热综合各方面来看，这个升级鸿蒙的 Mate 9轻度游戏表现是最好的，其次是 iPhone、魅族、一加、小米和三星位列后3名。在拍照的体验上 ，Mate 9的功能比较多，但很大一部分功能它都给放在了最后的更多菜单里，例如 HDR 和动态照片等功能。对于不擅长搞机的人来说，或者岁数比较大的人来说，可能用到换机也不会发现其中的一些功能。三星的拍摄界面最简单，像拍照和录像按钮放在一个界面里，支持录像暂停功能还是挺实用的。其他家都是一些基本的拍照和录像功能。样张方面，为了有个对比我们旁边给你放上 P50 Pro 拍摄的。白天的苹果和三星就是看着啥样，拍出来也是啥样的风格，颜色调教还原真实。华为在那个时候已经开始走浓郁风了，在面对阳光的场景上，高光压制也不错。在镜头鬼影效果上，魅族优化是最好的，将绿色光点给压制住了，但整体画面暗部细节也几乎都丢失了。在桌椅板凳这组样张上，小米和华为都过曝了。一加的白平衡有点不太准确会有发绿的情况，并且总感觉细节纹理处理的不太好，有一种磨皮的感觉夜晚真就是一股年代感了噪点和明暗处理都不太行。在对着路灯的大逆光场景下，或多或少都有紫边和眩光的问题。小米在极限暗光下，不管是取景还是样张，都是黑的很彻底要不是有路灯轻微的光线打在树叶上，你还以为拍出来的是一张黑白照片。
华为 Mate 9有当时很新颖的夜景模式，不过对手持稳定要求比较高，如果没有稳定器或者麒麟臂的话，可能拍摄夜景的效果还不如普通模式。总结，白天苹果和三星都不错啊，还原真实，华为色彩讨好眼球，魅族中规中矩，小米1加的细节和曝光控制的不如前面几位。相比于 P50 Pro， 大家白天样张不仔细看的情况下，差别不是太大，用来小修小改、发社交平台是足够的。但在夜景差别就非常大了，三星的整体亮度更好，但是高光控制和纯净度上不如苹果。魅族和白天一样中规中矩，1加的整体亮度要好于小米，在极暗场景下会有白平衡不准确、整体偏绿的情况。小米是这里边最看不清的。华为的夜间表现飘忽不定啊，时亮时暗，加上浓郁的色彩，部分夜景下的成像看起来会有些奇怪。这些5年前的影像旗舰，满分10分，你给几分呢 ？OK。6款5年前的旗舰机我们全部测试完毕。iPhone 毕竟是大厂啊，这个价格也最贵，对系统的支持、整体的流畅度和体验都非常不错。华为 Mate 9是让我们比较意外的一个手机，提前升级了鸿蒙，带来了整个软件生态的全面升级，甚至专门对这么老的机器还做了游戏方面的帧率优化啊，也使得 Mate 9成为了唯一能和 iPhone 有一战之力的旗舰机。另外，4台安卓机由于系统停止了更新，功能和流畅度都无法和 iPhone 或者华为相提并论。当然，非常重要的啊，注意听，我们这期视频的目的并不是让大家去买5年前的手机啊，你也很难买到了，而是想通过这期视频，希望大家了解品牌对于老机型的维护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新手机买来都是这儿好那儿好，那2年后呢？3年后甚至5年后呢？那这些老机型的用户都是谁呢？大多数其实就是我们的长辈。你想一想啊，是不是有很多父母啊，或者爷爷奶奶都是用着子女们换下来的手机？是的，请扣1。在我们做完手机适老化大调查那期视频之后，我们也才认识到，很多的老人用的都是几年前的手机，不是1、2年啊，是3、4年、4、5年前的，甚至那个康奶奶7年前的。而这群用户不才是最不会使用手机的那群人吗？也是最需要手机能够长期保持基础流畅度的那群人吗？毕竟我们的爷爷奶奶不会像我们一样非常清楚怎么清理垃圾，怎么删除文件，让手机更加流畅。我们在体验各种新产品的时候，他们某种程度上是被时代抛弃在了后面，形成了数字鸿沟。电子产品的适老化确实是一个大工程。上期我们也说了这个垃圾 APP 的问题，这期呢，我们希望厂商在老机型的支持上能够重新重视起来。我们知道系统维护老旗舰是一个不小的工作量啊，毕竟更新迭代支持的时间越长，机型越多，这个难度也就越大。但这绝对体现了一个厂商对待自己产品和用户负责任的态度。产品长久的生命力其实也是品牌非常好的一个广告。最终，这些用户和他们身边的人都会因此熟知甚至偏爱这个品牌的产品，在下次换机的时候也更容易选择这个品牌。这其实是一件双赢的事儿。老机用户也绝对不是一个可以被随便抛弃、随便遗忘的群体。何况物尽其用，不才是真正的环保吗？ OK， 如果觉得这期视频对你产生了一点点帮助，记得在下方给我们点个赞，我要的不多，3万就可以了。更多内容和精彩，大家在全网搜索关注小白测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